立陶宛紧跟美国就成了反华的急先锋。据传呢，立陶宛爆发财政危机，面临国家破产。那他却向中国来求救，而坚定挺立陶宛反俄的波兰呢，则垂涎立陶宛的领土，要趁火打劫。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最近呢，关于立陶宛面临巨额外债危机的消息是广泛传播啊，说这个立陶宛一年的 GDP 大约也就是700亿美元，但是却欠下了470亿美元的巨额外债，而且这个外债很快就要逾期了。目前呢，立陶宛正在到处去求救呢，如果不能找到解决办法，那就面临着政府破产。那目前呢，官方的渠道啊，还并没有证实这么一件事情啊，但是这个消息传的挺多的，而且立陶宛呢，现在经济上出问题，这倒是真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啊。它的财政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按照欧盟的规定啊，它的债务上限啊，应该是在它财政整个 GDP 的60%。立陶宛呢，现在按这个数字来算，已经达到了67%左右了。不过呢，欧洲的债务上限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指导性的指标，它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你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步呢，立陶宛政府它也许会破产。但是你说立陶宛它作为一个国家，它还是在那儿的哈。这个所谓讲的一个国家破产，主要是指它这个政府破产干不下去了，那再换一波新的呗。那倒霉的是谁呢？普通的民众、老百姓，他可就要过苦日子了。立陶宛的经济呢，确实是出了大问题，尤其是近几年的，你看这个疫情的这个冲击，特别是这个俄乌冲突啊，这个冲击非常的大啊。你立陶宛很大一块收入呢，它是来源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的和立陶宛之间的贸易，特别是立陶宛要去做这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转口贸易，因为立陶宛那边是有一个很好的港口嘛。你现在立陶宛搞这个政治正确、意识形态极端化，坚决的反俄，站在美国的这一边，它断绝了和俄罗斯所有的来往，当然也包括经济上的来往了吧。咱们不说别的，你说这个立陶宛的港口、运输业呀等等这些，包括物流啊，包括之间的中转呐，包括这个代理等等这些业务呢，那就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这个都是由统计数据摆在那边的。那这一块呢，又是立陶宛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那你就可想而知，立陶宛会遇到这个财政上的危机了。那么为了挽救危机，立陶宛呢，他希望我们中国能够租赁它最大的港口克莱佩达港，甚至呢想让我们中国直接去投资。如果是中国去投资的话，盘活这块资产的话呢，那立陶宛就能获得200亿的这个信用额啊，信用授权，这样呢他就可以拿着这个东西出去融资啊，这个也就能缓解他的财政危机了。这个消息的可信度那还是比较高的。那么看到立陶宛现在所处的这个困境啊，那原来一直是力挺立陶宛呢，也是坚决反俄的这个波兰呢，那边又开始出幺蛾子了。什么幺蛾子呢？就是波兰呢，现在有议员，而且还不止一个的，他就提出了一个说法，因为他们借着呀，咱们这个驻法大使前一段指出的这个苏联前加盟国家合法性的这个问题哈，这些议员们就提出来说，既然立陶宛你不承认自己是前苏联国家的这个合法性，那么你现在这块土地那是应该归还给我们波兰才对啊，因为你这块土地它是来源于苏联的。那么在这之前呢，这块地方呢又是二战在分配战果的时候，从波兰给划给苏联的。那么现在你立陶宛连这个脉络你都不承认了啊，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你立陶宛的这个合法性了，你那块地方是不是该归我呀？这说起来啊，你看咱们这个驻法大使的话呀，还真是戳到了欧洲问题的那个实质上面去。立陶宛呢，它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问题在于它的整个这个过程上，它有法理上的欠缺。那通俗说一说吧，就是已经事实婚姻了，但是呢没有领过结婚证，这就是立陶宛潜在的危机。立陶宛呢是所谓那批新欧洲国家，它的立国的政治基础呢，就是紧紧的依靠美国，作为美国分化欧洲的抓手，敌对俄罗斯的工具。我们和立陶宛之间没有什么太深的关系，但更没有恩怨说了。但是为了紧跟美国，立陶宛它是站在这个反中的立场上，给美国递投名状，成为这个反中的急先锋啊，这就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